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大家好，这里是元某人，欢迎来到本期的赛事周报。第二赛段常规赛已经接近尾声了，这段时间为了季后赛的名额，各个队伍也是卯足了劲儿，而恰逢版本迭代的大改动，所以这段时间我们既能看到不少队伍借势起飞，也能看到不少队伍因为没跟上版本反而开始坠落。目前 LPL 是先锋赛大王标具坐稳了头把交椅，而之前有过一阵连胜的 AL 与滔博，反倒是新版本后开始出现起伏，接连被以下克上。而 LCK 那边 HLE 依旧稳定，但往下的第二名争夺就非常激烈了。KT 和滔博一样，在经历了从未如此美妙开局后，输掉了一场强对话，随后就开始出现低迷。不但爆冷输给了 BRO， 还被换人后的 BFX 完成了2-0横扫。而歼击 T1 则在新版本中逐渐找到自我，尤其是 T1 在前5场里仅赢下2场的情况下，在后续的8场 BO3 中，他们除了和韩华的焦点战以1-2惜败外，其余的 BO3 全部完成了2-0横扫，可以说是愈战愈勇。总之就是整体下来，不管是 LPL 还是 LCK， 格局可谓是非常清晰了。所以我们今天依旧紧盯头部，结合版本给大伙分析梳理一下两边的情况。但因为设计师突然对版本有了挺大的调整，所以本期呢，我们还得花部分篇幅去和大伙再讲讲版本。考虑到视频的长度和完播率，那本期的重心咱就只能以 LPL 为主啦。LCK 那边我们下期再细聊，本期就小聊一下 T1 和歼击的天王山之战。在具体的聊队伍前，我们开始还得先梳理版本。没办法，设计师太恶心了。前几天的小更新里，设计师又调整了一个游戏的底层逻辑，也引发了相当的讨论度，就连歼击的 CEO 都下场发问了。毕竟是一个关于小兵机制的调整，但我看了很多的讨论其实感觉大伙对设计师有点想当然了，就把撸啊撸的这个设计师团队想得太复杂，又是定制又是啥的。说句不好听的人家要真有定制的能力，其实反而不会被骂成这样。如果你是我的老关注，应该会有个印象，就是我聊过很多次了。我一直认为设计师他调整生态最终的核心目标就一个，那就是英雄的多样性。就什么是设计师眼里的好版本，那就是英雄选择非常丰富，什么类型都能上场，什么类型的英雄也都有一席之地，这是设计师的终极目标。从这个逻辑看，你知道为什么一旦某个打法制霸了，影响其他英雄出场了，马上就会被削。而有些英雄可能数据很漂亮，但因为他有反制的手段，设计师反而他一直不会动，甚至导致到路人局都失衡的程度。包括经常加强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英雄，强行放进野区，这些行为都说明设计师他的目标就是希望游戏生态足够多样。那么为什么要改呢？很简单，长手的肆虐一定程度的压榨了短手英雄的生存空间。这个仇恨机制，目前我看到的最常见的应用就是拉散兵线嘛，通过兵线的影响去压榨短手，让其没法补刀。而在这个版本，补不到刀就意味着任务系统完成慢，意味着天然劣势。这里我直接放一段楚军艾克的经典案例，大伙就明白了。超位 A 眼神兵拉线，改变小兵举火目标的同时上行压制，后面暂停。这种情况我能吃平 A， 不能吃 AE， 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走上去拿 W 吸掉飞机 AE 的伤害。飞机一结束之后，我再上线 A 兵。结果超威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直接平 A 骗 W， 避免 AE 被平掉的同时拉散了兵线。等我 W 结束再开 E 把我压回去，不给我拿血换线的机会。这算是一个长手打短手的经典机制，所以设计师想让短手更多的解放出来。因为不管上路还是中路，其实长手压制短手对局已经有点小泛滥了。除了极个别能抗压的能玩外，大部分短手都因为补刀问题影响任务，导致完全上不了场。包括这个版本多兰盔和多兰弓也拿到了不小的加强嘛。甚至说这个版本的盲僧加强，很多朋友很奇怪，就是路人局盲僧打野都猛了那么久了，怎么还加强啊？而且还是一个巨大的机制加强。作为一个盲僧老资历，这个摸眼摸兵有盾其实回调了，就很多年前就有，只是因为太猛了所以删了，结果现在突然又回来了。因为这个设计它就不完全是为了调节路人局的，而是为了赛场。盲僧的这个盾和 CD 的巨大加强，也是为了限制长手，让盲僧更好的能在上路甚至中路的长手对局中进行换血。之前滔博的最爱拿出来效果就很好，后续我觉得开发潜力也是真有。总之我们结合上个版本，设计师增厚了兵线，解绑了任务系统对游走的判定，他们甚至在改动下都直接说刺客们欢呼吧。我觉得司马昭之心已经路人皆知了，设计师就是希望通过这些调整，让更多的短手刺客登陆赛场。因为目前的生态又有点回到长手破可拉扯这些部分了，除非 BO5 的后2把，否则近战肌肉战斗爽的局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就像大伙玩海斗，你丢子多丢子强的版本，那就是会挤占近战的生存空间。其实大伙会突然觉得有那么大的讨论，主要还是因为上线的时间非常
常敏感，是卡在 MSI 即将开打的前期调整的。但我仔细翻阅了一下，这倒不是说设计师突然想改，而是在1个月前，就4月中旬的版本更新里，设计就提到过这点了，并且明确了他们会移除这个机制，只是现在才上线而已，但不算突然。但我觉得有趣的是这个机制我们不说泛滥，毕竟中低分段玩家不怎么会用，即便你知道了 CPU 也很难支持他们去实践，但在高分段这算是基本功了。虽然确实会有强弱差异，但也是蛮早就被开发了，就这个技巧它都可以往前追溯个2-3年了，而设计师现在才注意到并且调整，我只能说不会更新就不要更新，学别人更新。不过短期内我觉得影响应该还不会特别明显，毕竟新生态的开发和习惯调整依旧是需要时间和数据检验的。但整体来说，趋势就是这么个趋势，我倒是真挺期待更多的刺客出现在当下生态里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进入到日常的战队环节。虽然在我截稿前，BLG还没有打完所有常规赛，但凭借着稳定的战绩，BLG已经提前锁定了常规赛第一。可以讲恐怖如此。上周我们周报盘点 BLG 时就和大伙聊过嘛，BLG 当时他输给了滔博，又被 NIP 爆冷，但我们看到了 BLG 给左手不停的换英雄的异常值，我就觉得他们应该是有意识的在练些东西。但当时我其实有一个地方说错了，就是输给滔博那把最燃的 VN， 我以为 BLG 他没有算到，所以给偷了一把，没有想到后面有朋友给我分享了赛后采访，丹尼他是有想过的，你想过，但还愿意给兵这样拿，我说实话这反而更恐怖了。这意味着 BLG 这个队伍在刻意的制造南墙去撞，去试各种边界。就一般队伍，我们说试水也好，或者练阵容也好，普遍的选择是要么赢了一把，那我开始试，或者说你队伍已经确认进季后赛了，锁定某个排名了，我试一下。这意味着 BLG 眼里只要满足条件，我都可以试。要知道当时的 BLG 还没有确认进入季后赛，属于赛季中期，这个时候不先考虑抢分和排名，不计较短期得失，而依旧敢去试，只能说 BLG 是真的很自信，自信只要选手习惯改好，就能拿到好的成绩。说实话，新版本对 BLG 我原本以为会是阻碍，毕竟这2年BLG 每逢新版本都要遭一次中，第一赛段其实也挺不稳的，加上那时 BLG 也有爆冷，我觉得选手内部可能会有点动摇，结果 BLG 几乎没有感觉，很自然而然的就过渡了。在面对京东的 BO3 里 ，BLG 虽然看着是2比0赢得蛮轻松，但他们居然是靠着先防后反，靠着耐心和协同完成的反扑，拿下的最终胜利，而不是说我比你肌肉大，我直接个人能力突破你，那赢的就很不一般。过去的 BLG 进攻一直是没得说的，有点小贪小浪小毛病，但在肌肉加持下也算特色。只是防守这块 BLG 给我们展现的那一直是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等于是用长板来补短板嘛。在协同上也是好一阵，大伙安心一下，然后版本一变又乱了。但这次新版本 BLG 不但跟得上，还打得特别有耐心，我说实话真有点惊了。知道丹尼能调教，没想到能调得这么好。就 BLG 这段时间反而真没啥好说的，就是即便失误了，小送一波甚至被翻盘，但你总体下来你就感觉这些问题真的还好，因为这个世界不存在不失误的人，关键你要看大方向有没有连续的犯蠢。如果有，要么说明队伍的思路不清晰，运营基本功不足，要么选手状态不对，熟练度不足，而 BLG 都不属于，就是单纯临场失误了，判断错了。这段时间最让我惊讶的其实还是冰前段时间冰的表现比起一直在狂杀的 Knight 显得低调很多， MVP 也只有2次，各项数据都不算突出，参团率更是整个 LPL 上路垫底的存在。但看了比赛就知道，在度过了长手肆虐的阶段后，冰其实选得非常中正，就各个队伍都在想办法让上路去拿优势。但 BLG 在输给 NIP 试了下上单维鲁斯，整了把上单温恩以后，冰反而又回到了常规 pick， 给人的感觉就是 OK 我会了，所以我必须要这个拿分了，我去练其他体系了。所以在新版本有可能有换线后 ，BLG 又开始给冰整赛恩了。每个阶段 BLG 它都会有一张变量牌，一张保底牌。第一赛段的初步磨合阶段，其实保底牌是 Knight， 所以我们看到他大量的选用瑞兹、沙皇这种版本需要。但到了第2阶段，此时 BLG 上路反而需要成为保底牌来用了，你不需要那么多变量了，所以冰就变成了队伍需要的保底牌。不是这个选择让我惊讶，而是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感觉到明显的不适应。就即便去年冰他玩什么塞恩、奥恩，发微博说我练出来了，但实际上冰的这些大肉还是一股冰味儿，就还是想 C 的那种。可现在你看冰的肉，你就感觉它真的是一个肉，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味道。而作为这个阶段变量牌的 Knight， 在版本更新后反而打出了恐怖的统治力。我上一期的担忧完全没有出现，就本身左手就非常善于利用回城和现优去抢回合，所以中路任务系统删除快速回城，我以为会影响到左手的血球节奏，但现在看反而因为大家都有快速回城，它才降低了左手的差异性，还在抱着之前版本节奏打的中路，在这个版本会在滚雪球的细节上被左手拉开一大截。新版本解绑了游走后，BLG敏锐的意识到这样反而会更丰富左手的可选英雄池，因为过去因为野辅不好去中路帮解线，所以对手往往会强行选个对线赖的硬锁左手，限制左手的启动。那此时 Knight 就只能硬着头皮去对你自然也会着急给破绽。从第一赛段到先锋赛，左手发挥有点起伏不定，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很多对局就是很烦的，而左手又不像 Chovy 那样，你只需要对线补刀就行。BLG 还需要左手承担部分的节奏压力，左手就会打得有些急。
但现在呢，当欧恩能早期解绑，适当的帮助左手动线后，左手的整个节奏就能慢下来。而且左手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于局势的判断很准，也就是说，只要左手叫人，大概率就会有收获。左手他的那种组合拳是真的很变态，基本上对手能吃完一套，那就要掉线了。而即便对手想要尝试突破左手，左手又能够通过团队的协同去扛住这种进攻，所以就显得很从容。过去的 BLG 很容易出现多点开花，所以左手会为了帮擦屁股而疲于奔命。在拿完先锋赛毁窈窕后的那段阵痛期，版本的迭代加上练打法，BLG 它是有一段时间左手它只要同意一次基地就要爆炸的，但那段时间的魔力反而降低了 BLG 在前期的失误，就是他们不用那么着急的带节奏，而是我慢慢协同和沟通，然后慢慢的拿优势。这样练了一段时间，我们会发现 BLG 的进攻没有以前那么凌厉了，但失误也在变少，这反而让左手能够很舒服的按自己的节奏开展进攻，不用因为其他人莫名其妙的意外而把自己的节奏丢了。所以随着队友状态慢慢的稳定，加上游走的解放，左手的 KDA 开始越来越夸张。奈的现在拿到优势后，他处理的有点像巅峰的 Rookie， 就是当半个打野在玩，拿自己的优势换取对对手的压制，而不是像 Chelby 那样我继续把自己刷肥。而冰和 Viper 反而可以闷头发育，毕竟这个版本 AD 和上路由于任务系统发育的效率就天然更高。与其说左手多适应这个版本，不如说 BLG 这个队伍适应了版本，所以左手就如鱼得水。目前打到常规赛尾声，左手在中路贡献了16个不同的英雄，红 Q 小虎已经算英雄池出的很多的了，这也才13个，像香克斯是11个，而小奶油甚至只有9个。在英雄的广度上，左手一骑绝尘，而在这个基础上，左手又砍下了超过10的场均 KDA， 超越了曾经的 KDA 大王 Clear Love， 登顶了 LPL 历史第一。很多人对这个含金量没有概念，我只能说这个赛季可是分涅槃登峰的，左手的对手都是 LPL 强队，没有什么涅槃队伍给刷数据，这个含金量是真的夸张。但即便如此，我感觉 BLG 的上限还没有开发完，那这才是最恐怖的。今年 BLG 逐渐在丹尼的手里打造成了一支更完整的队伍，当然 BLG 这个队伍我会对他一直先质疑再相信，但还是有一个有点奶的数据我想说，就是第2赛段的LPL蓝色方其实胜率很高，有足足87%，比第1赛段的48%还要高出差不多10个点。而 LCK 那边蓝色方胜率也有56%，比 LCK 的52%也高了4个点。原因呢，我还没有想得特别清楚，大伙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给我偷一下。但很明显虽然不算蓝色联盟，但这个版本肯定拿蓝容易拿分。而BLG目前为止蓝色方只拿了10场，却砍下了7胜，而剩下的15小场的胜利 BLG 都是在红色方拿的，虽然也有5场败场，但在一个蓝色方偏强的版本拿到这样的破蓝成绩，只能说有点吓人。滔博哥今年依旧在诠释经典的滔博循环，开赛让人担忧，突然给人惊喜，然后开始拉稀，剧本写的有点太公式了。在被微博2比0横扫后，滔博不出意外的迷失了。微博只做了一件事儿，那就是猛攻一路拿优势，然后再把节奏拉慢。而这场被针对的点就是最安了。就滔博这个队伍，其实 BP 还是蛮公式的，就他们往往第一把都会围绕着沙皇来博弈。实际上在输给微博这场 BO3 前，滔博只要第一把沙皇没被ban，那就一定会拿。所以微博就是抓你这点然后我就猛攻最安，狂来抓。这时最安作为一个新秀的隐患就暴露了，在被名牌针对的情况下，老辣一点的选手会选择牺牲摆烂，我都被针对了，这把没我输了也不可能是我的锅但滔博又有一个习惯，或者说他们的优势就是他们很爱抱团，很希望通过打团把线上的劣势弥补回来，打得很整体很团队，在军事或者优势下其实能够有效的把雪球滚起来。但问题就是一旦有一个缺口被打开，你又想叫人来抱团，那你就很看团战结果了。团能赢还好说，团输了那就是全线爆炸。但即便如此也都还好，就看执行看肌肉也没问题嘛。滔博之前连胜也少不了这个。但偏偏微博用了一个很微博剧的方式，那就是不接团，纯运营。微博其实算是一个团战处理很烂的队伍，只有今年 WBG 的团战表现是绝对配不上他们身价的。但微博在这个 BO3 完全不和滔博碰团战，就属于那种能不打到底我就绝对不会打到底，结果真就给滔博磨死了，策略真的非常奏效。第一把23分钟连一次大团战都没有，但就是把滔博运营的没有脾气。而第2局微博也是各种游走抓节奏，其实他真打起大团，两边摆开阵仗打5-1-5，即便微博手握够多的优势，但要稳吃那个阶段的滔博还是没那么容易的，不然第2把也不会拖那么久。但这个过程我们就能够发现，滔博这个队伍一旦劣势被拉扯，他们其实真的没有太好的办法，他们的经验真的不足，所以自己打着打着就开始失误。简单讲，滔博就是一个极度依赖资源团队伍，包括 BP 的阵容构成也会很倾向于资源团。但问题是以京东为首的很多队伍都尝到了野区进攻的甜头，通过压制打野来干扰正常的资源团进程。一旦野区进攻，那天就没法在对线期很好的干扰对线了。而且天面对这种野区的对攻，说实话他不是很擅长。天的野区对位是比较保守的，偏保自己发育的那种，而一旦你干扰到天原本的节奏，就是他一旦守不住自己的野区他的出击就会很迷。在后续打 A 瑶和京东的2个 BO3 里，天的野区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穿孔。一旦进入到这种我可能会被入侵的情况，天他就会想太多，会既要又要，就会出现配合失误。
比如这场打 NIP， 这里小奶油闪现 Q， 其配合盲僧摸眼 Q 是有机会杀的，但天就是在摇摆，因为梦魇这场一直在进野区，所以天他需要考虑对手打野后续的动线。天不是熏那种管你呢，来都来了，我先干后面再想。所以看到这里盲僧犹豫就是想的太多了，后面即便在野区击杀了失误的梦魇，但后续的中野配合又再次出现了严重失误，就很明显啊，脑子开始乱了。这局 JK Love 和风月下路优势是特别大的，天就速刷控资源就行了，结果这样一死反而梦魇先溜了。其实就野区来说版本变化不大，只是各个队伍的策略变了，导致打野的思路得变。但天他的习惯应对现在的野区思路就很容易出现低级失误。天低迷时，我们就能明显感觉到滔博的整个串联都串不动了。比起其他 LPL 上游队伍，滔博在转线阶段非常的松散，所以我们在上一期视频就聊过嘛，小奶油需要的是做更多的主动 call 队友，利用队友的这个动作去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但目前来看呢，小奶油的自我定位还是过去那种中期边线闷刷等资源团发挥的这么个定位，可问题就是它不够。滔博一旦天没有声音，队伍就没有备选节奏了。还是打 NIP 那场一个画面，我觉得很经典，在14分半这里，安妮回家补残役，手里有 TP， 此时天已经在下河道了，然后醉安呢这里用大招打出了后亚的闪现。我们可以注意到 Cream 是一个往上走补 JK Love 线的走位，这个动线一开始就错了。为什么这么说？上路马上刷峡谷，此时滔博的野辅已经在靠下半，团队决策就已经确定不第一时间落位峡谷了，整体是一个反边搞纳尔的局势。那这个阶段安妮就应该放弃上路线，直接配合队友攻下半区，然后再找机会 TP 去补上，等于用主动的进攻下路去逼蛇女做选，是继续刷线还是来团。这里如果能逼出蛇女 TP， 安妮在 TP 区上节奏会舒服很多。而安妮直愣愣的上去接线，第一，她推不了神女线，两个中路对刷，对于安妮这种英雄是亏的。第二 ，NIP 它是梦魇啊，一旦打起来，安妮很难选择好的 TP 位置后再踢。第三，如果 NIP 选择交换峡谷放下路，那么 NIP 大部队都在上半区，安妮一样吃不了线，守不了塔。这就是小奶油他现在的课题了。他其实意识到该和大部队一起，他也有了动作，但整个节奏一开始不是他主导，所以他反应就慢了一个节拍，最后他交了 TP 还死了。就这种进攻上的配合，就感觉滔博处理得很乱。不止小奶油，风月也同样缺乏经验，导致很多时候他老是自己一个人走。说一个很异常的数据吧，那就是滔博在红色方输的局是远远高于蓝色方的。就普通队伍，比如京东 AL 包括 BLG 嘛，这几个队伍红色蓝色输的区别不算特别大，一般差值就差个2小场这样，属于红蓝都能玩。但滔博不是，滔博是一个极度依赖蓝色方吃小分的队伍，他在红色方败场有足足8场，比蓝色方败场多了4场净胜，而同样输12小场的 AL， 他们是蓝色输6场，红色输8场，差值是能理解的2场。这就说明滔博他很偏科，他们的英雄池和战术体系很难支撑他们在红蓝方都有同等级的发挥。事实上，当天这个发动机起火后，滔博就一直陷入没有节奏，只能等资源团干挨揍的情况。这时作为一个新磨合的队伍，我们就会发现滔博的失误太多了，比如风月的团战站位，很多时候死的就是很容易的。有哥哥这样魅魔 AD 的情况下，风月的场均死亡居然飙升到了第3，仅次于 WBG 的2个辅助。比如线野协同，细看还是有很多问题。就怎么说呢？滔博这段时间基本打的游戏内容和赛季初他连胜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改变，还是那一套。但问题是环境在变，对手也在调整和针对，这时滔博的许多问题就开始一步一步的暴露。究其根本，还是滔博在很多技术环节就没有建设好。小奶油虽然分区输出依旧是 LPL 中单位的前3，和第2红 Q 差距不大，但他依旧还是那种打手的感觉。在队伍节奏落后时，我感觉得到他有点有心无力。不过又有新人又要磨合，说实话，滔博这样太正常了。在打 BLG 最新的那个 BO3 里，有个画面我印象很深，就是蛇女的这里的线其实是一个回推的状态，但河道打了起来 ，BLG 已经4人集结了，而滔博的双 C 是慢落位的。但真的是双 C 的问题吗？这里下路首先 Viper 处理的确实好，就普通一点的 AD 他就傻傻的跟在落后面去支援了。但 Viper 这里就仗着自己是侠，而 JK Love 是镜，他卡了河道的位置去下河，这个小细节非常关键，就导致了正面战场少了不止一个人。而从小地图上可以看到，镜支援前这是一个往妖姬塔下的慢推线，玩中路的都知道，这种游走是会被烧掉很多兵的。正常情况下，蛇女要是能把这波线推进妖姬塔，那就会是一波大线，能吃塔皮的那种。那小奶油已经压了一些刀了，这波吃完塔皮回城会是一个很舒服的节奏。但偏偏河道需要支援，你不去妖姬白捡人头，你去了掉了闪，然后回线完线被卡，后续直接吃BLG的套餐，这个线它是不得不解的。但这时我说实话，在河道完全没有眼的情况下，应该让先复活的辅助来帮一下，而不是自己硬着头皮解。就这个游戏，你不可能什么都怪队友，哎呀，为什么要争这个河蟹？为什么要这样打？如果你能看到后续局势的不对，那就应该做好沟通的体现量。这里就只能说是协同真的差距有点大了。不管是不看线去硬争河蟹的野辅，还是闷头不会叫停队友的双 C， 我觉得去扣谁更有问题没有意义。
这是一个基本功的问题，只是这个基本功不是选手的基本功，而是团队的基本功。只能说滔博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多练点体系和打法，在这种练新的过程中把队伍的基本功给练出来。之前连胜大伙卯足了劲，很多小细节都可以不抠，但现在到赛季末期了，大伙都在变强，只有滔博还在原地踏步。我觉得滔博执行力本身还是 OK 的，选手也敢打，就是底子太薄了。这个东西就得看赛训能不能突击提升下，季后赛如果能够快速迭代，那滔博的竞争力我认为依旧存在。如果说 BLG 在 LPL 现在走的是多面体力球攻防合一，更追求内功的提升，那么京东就属于很务实，我不停的靠迭代战术来提升队伍竞争力。他们其实一直在用同一套打法模板，只是针对不同对手具体的战术布置会有所不同。这样的好处是，京东在队伍的磨合这块其实出效果很快，每个选手各司其职，战术执行到位，配合一定强度的肌肉。京东在登峰组虽然会遭遇挑战，但总体成绩还是很 OK。从总战绩来看，京东好像和滔博 AL 并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但京东现在积分没有明显的优势，主要还是因为赛季初输太多了。前4场就输了3场，但当京东调整了 BP 策略，制定好了以野区进攻为轴心的打法后，京东立马打出了一波6连胜。当然这个过程并不算非常顺利，很多 BO 赛也是2比1拿下的，但却是以野区压制为起点的整个打法它是有效果的。京东是 LPL 唯一一个15分钟经济差有破1000的队伍，比 BLG 还高了不少，但依旧能看到京东还存在的问题，而且每个点都是些小瑕疵，而这些瑕疵呢，你目前也没有看到京东在用团队协作的方式去弥补。比如红 Q 对线很凶悍，但太容易上头，有属于年轻人的毛躁，所以他劣势时稳不太住，优势时又容易上头。这在前面中路很偏对线的版本不太会被影响，可随着版本慢慢对游走解绑，中路线越来越容易被其他路影响后，红 Q 就很容易吃亏了。如果只是红 Q 一个愣头青也还好，年轻人嘛哪有不气盛的，但问题是俊佳也不是一个稳得住节拍的选手。俊佳其实有点像野区位的紫卡，就是游刃有余时你会觉得哇哦好缜密好教科书哦，可一旦有突发有变量，你的计划不如预期，他就很容易宕机，不是失误就是隐身。而下路 Gala 和 Vampire 对线强度其实是不错的，该拿的优势也能拿，但他们往往压而不爆，没有办法通过强势的下路组合直接让对手致死，就他们上嘴脸上的是不够凶的。上路呢，小徐英雄池比第一赛段厚了很多，但它本质还是一种 carry 打法，它没法作为队伍抗压牺牲的角色去帮队友做过渡。当然以上都属于小瑕疵，但体现在游戏内容上，就是京东它很多时候打出来的临时战果，在没有战术预演的情况下，反而会运营的很差。就京东本来的阵容设计可能是 ABC 3步走，结果走完 A 以后，突然出现了一个 D 的意外，不管 D 它是好画面还是坏画面，京东都会因为 D 的意外出现，开始出现犹豫和昏头。说白了，京东这个队伍没有特别牛逼的临场指挥，很靠教练组安排的 BP 和战术设计，劣势的韧性和军事下的运营，其实和那些有老牌选手坐镇的队伍还是差点味道。所以京东虽然大场分不低，但小分丢的还是蛮多的。毕竟野区进攻这块终究有意外，你不可能所有的都按预期走。但总体来说，京东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足够的肌肉配套的打法体系，还有一个对版本挖掘特别深的教练组，所以季后赛他们的表现还是可以期待的。微博这个队伍最近场外风波好像有点小大，搞得我都有点不敢评价了。只能说怪不得设计师以前经常学刀妹呢，太吓人了。上期我其实有聊过，微博是有点逆版本的 ，Elk 作为主 C 其实并不稳定，队伍是需要上路的紫卡去打些压制，玩点长手或者能 carry 比赛的，去让队伍的战术选择更丰富。但说实话，选得太晚了。当紫卡真掏出长手上路时，红利期也过得差不多了，版本开始进入到游走阶段，然后这个时候呢，反正游走这块做的还行的行不在了，换了 The Hank。新辅助的话，目前还没有看出换人的意义吧，但从结果上也是拿到了跌跌撞撞的小3连胜。只能说行除了去年刚到滔博时有点刷新我印象外，大部分时候还是刻板印象的发挥。所以换新的刷一下蜜月期也可以理解。其实微博这个队伍的选手都是很成熟的职业选手，我觉得到现在还调整成这样就挺不应该的。那就说明呢，选手的习惯有天然冲突，你越磨合反而越差。最终结果就是微博很难用团队协作去弥补个人临场变量，因为在高压画面下，大伙的选择不太一样。Elk 是一个很擅长打快的选手，进攻性很强，但不够稳定。C 他是能 C， 输出也能打，但作为兜底的点，他在对线和团战都容易给机会。而小虎和杰杰这对中野习惯反而偏慢，喜欢慢慢打运营，慢慢的出优势，然后蚕食。在打滔博那场翻身仗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啊，当下路没声音的时候，整个微博的节奏就会很缓。这里我拿一点优势，那里拿一点东西。而当微博的下路有优势时，微博反而会打得很燥，会期望快速的通过团战把下路的优势辐射出来。但在这个版本，过多的抱团反而意味着在边线的进攻会少，
这也让微博一旦对线期受阻，他们没有太多的手段去拿塔换经济。微博的场均推塔数是登峰组里的倒数第2，而医学塔率更是只有37%。WBG 能从塔皮上获得的经济太少了。和滔博一样，微博相当依赖资源团的发挥，但问题是微博的团战协同不能说一塌糊涂，但确实也感觉不咋地。滔博好歹团战协同上做的真的挺不错的，但微博就是打团也不算特别强，打边线就更加没有。很多时候微博在杀人还是拿资源上，感觉到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坚定，所以资源团上微博往往给人的感觉就是我已经拿到资源了，那就够了呀，但他们又没有在边线上的进攻，所以整个队伍就感觉怪怪的。不过归根结底还是版本差异，第2赛段的版本看的是如何压制对位，尤其是上路嘛，而现在版本呢有了更多的游走机会后，那么像小虎杰杰这样擅长联动的选手表现也开始亮眼了起来。在第1赛段微博其实常规赛也只能说中规中矩，但季后赛上反而开始逐步发力，这也是有老将打防反队伍的一个特性，就是 BO5 的韧性确实是不错的，包括新版本会出现的转线空当，我觉得这些都是微博这个队伍能够利用起来缩小他们对线端劣势的办法。看到现在微博相比头部强队毛病还是挺多的，对线不够强势，没有稳定支点，雪球滚得不够快，缺乏边线进攻，团战协同也不是特别好，但有不错的英雄池和运营经验，只是说如何更进一步这块还是得他们自己来找答案吧。处境很类似的还有 AL 和微博一样啊，在推塔置换边线上一直感觉缺点味道。今年因为镀层不会随着时间消失，所以在地图边线能获取的经济雪球是更大的。像现在成绩好的标剧、韩华都是在边线上很有手段的队伍，而 AL 目前陷入的困境和滔博与微博本无二致，就是要拿优势，极度依赖资源团。如果没有资源 ，AL 很难有别的进攻点，因为 AL 不是一个靠线上出优势的队伍。AL 的15分钟经济差是-412，在登峰组仅高于几乎就没有赢过的 WE， 而且 AL 的一血力在 LPL 更是仅有30%几，是垫底的存在。就 AL 很尴尬，他们希望带着军事慢慢的打资源团，他们的优势在于线野的协同和优质的团战处理，但问题是啊，这个版本野区的对攻和线上的烈度会让 AL 有点应接不暇。他的打法习惯注定了他没法像勋那样，我野区不管了，我就和某条路爆了。他的还是偏向于打野区运营的那一类，场均入侵刷野有23，在LPL打野中位列第1。从客观角度 ，AL 让老赞主刷，保证团战多个打野能兜底，合情合理。但这也意味着 AL 在对线上一旦遇到困境，就得自己去消化了。目前 Hope 的15分钟经济差是-400，登峰组倒1；圣强哥的15分钟经济差也是-200，在登峰组也只比 Cube 高。虽然很多组合 AL 看似能选，但一个赛季看下来，很多组合尤其是要打对位压制的选择 ，AL 他打不出压制的效果。圣强哥相对还好一点，因为他的肉弹表现非常顶级，即便打不出冰那样夸张的对位压制，但他的长手英雄也能凑合着用，他这条线还是能够比较好的过渡到团战的，有一个保底的发挥。但在输出端就很缺输出了，香克斯的分区输出在中游水平，不算差，但也不突出。但 Hope 是直接垫底，而这个版本你不可能指望打野去打大量的输出。好在 AL 的 BP 压力没有滔博的压力那么大，因为他们能玩的体系还是有的，只是滔博有些阵容拿出来很有威胁，但 AL 就感觉是样样通样样松。去年的 AL 他们有几个核心的体系飞鞋度是非常高的，飞机沙皇、韩信、波比。就 AL 去年的整个表现都建立在他们有一套完整度非常高的体系之上。我自己的体感就是今年 AL 很多绝活体系的威胁度甚至不如 NIP， 所以他们的成绩就不可能稳定，毕竟团队没法给个人的失误兜底，对线强度不足，压制力给不上，很多时候面对野区针对 AL 也没有特别的办法。最终就是 AL 说弱不弱，但说强也不够强。我知道会有朋友问那为什么不像京东那样，我强行选对线的，让塔坦去打野区进攻呢？我用野的优势来侧面帮线不可以吗？答案是也很难。因为现在 AL 的教练组他不太具备设计小套餐能力，就他比教练团队他们有很多小设计小套餐去帮助队伍过渡自己弱势期，相当于用一些设计我去规避一些对线的强度。但 Big Way 属于更关注大的方向，它不是那种我要达到某个战术目的，所以我们来设计一些我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战术，而是你既然做不到，那我们不妨就换个思路或者 BP， 不能说错吧，毕竟最终勉强摸进了前4，但季后赛的 BO5 我觉得考验和压力可能会比第一赛段还大。换个角度说 ，LPL 前5里除了 BLG 是目前的真正全能，看不到太多短板，其他3个队伍多少还是有点失误可能的。所以 Big Way 如果摸透版本，设计好 BP， 其实 AL 依旧有机会杀出重围。毕竟 AL 虽然很多阵容的威胁度不大，但英雄池在这儿呢，怎么做 BP 都不会太吃亏。万一选手季后赛状态拉起来，还是有的指望的呀。最后我们来聊一下 T1 和Genji 这场焦点之战。从过程来说，比赛可谓是非常精彩。第一把 Genji 经典速通，第二把 T1 开局不利，但通过抢男爵最终将局势逆转。第3局 T1 开局直接大优势，虽然中期给 Genji 抓一波大节奏，但整体还是 T1 牢牢掌握主动。
最终 T1 他是有惊无险，时隔200多天再次战胜菅井，只能说错过直播的朋友可惜啦。很多朋友觉得联赛内 T1 会一直被菅井压，但实际上两队从赛前角度差距没有很大，主要这个阶段啊，菅井完全没有往日的统治力。在之前打下游战队都差点翻车，除了 Chovy 的水准一如既往，其他选手多少沾点迷茫，所以这是 T1 非常好的一次机会，而 T1 也确实把握了菅井的状态波动。如果是去年菅井的那种状态，第二把那样的优势是不会给 T1 翻盘。就很多人觉得 T1 不强是因为开赛阶段前5场输了3场，但 T1 这个队伍一旦吸收到足够的失败样本，他们对于比赛的阅读、对自身的调整能力是非常可怕的。实际上输完那轮后啊 ，T1 就已经开始了扫分模式，在面对下游弱旅全部是2-0的干脆横扫，后半段唯一输的也就是1-2输给了韩华。所以从竞技状态来说 ，T1 绝对是在往上走的一个态势。在上期周报时，我们聊过 T1 的问题，体现在数据上有2个很大的点。第一是多兰的场均死亡太多了，是当时 LCK 上单里垫底的存在。其次是 Owner 在吃了不少经济的情况下，他贡献的场均输出是不足的。而现在这个阶段，这2个问题都得到了缓解。多兰的场均死亡从之前的3.7降到了现在的3，已经到了中游，而 Owner 的场均输出上升到了和 Canyon 不分伯仲。T1 他们在适应这个版本，在尝试解决前面遇到的问题。而在游戏过程里，第一把说实话被菅井这种暴虐有点没办法 ，Chovy 这手兰博中单确实有点让人想不到。第二把有一个画面我就觉得很值得说了，就是 T1 其实前期节奏是有点小崩的 ，Chovy 的安妮打得非常出色嘛，然后女警这条路虽然有优势，但下路随着这波被击杀，然后第一条龙也没有控到，那女警就要开始慢慢的进入到疲软的中期了。那 T1 这个阵容女警如果要补发育中期压力会非常大，但 T1 做了一个很符合这个版本也很对的判断，就多兰的奥恩直接放弃上路线，一波 TP 强行到下路打5包4，和菅井下路做一个互爆。这波下路团战虽然没有让 T1 把下一塔直接拔掉，但因为先完成了任务 ，T1 可以率先开启转线，而这样的团队运营节奏，其实 T1 此前都做的比较少，他们是随着对版本越来越深入的研究才开始逐渐出现的。因为现在 Carry 的状态非常好，所以围绕着下路的优势去做进攻，是 T1 非常擅长的运营模式。这局因为下路有优势先转线 ，T1 又能利用盲僧连续的去击杀 Ruler 的镜。说实话，史迪最近的状态很差，第3把虽然3输给了机会，但问题的起点依旧是下路的缺口。而第2把这里，如果不是第2波 T1 自己操作失误了 ，Carry 这个车直接撞歪了，那会是一个完美的节奏。杀人推中塔，然后野辅也都不会死。但这种操作问题其实不算问题，因为菅井也会出现操作失误。我觉得大家就应该看到的点就是 T1 这个队伍他们的运营思路开始越来越清晰了。他们不像之前那样野辅有点各打各的，而是真正的串联在一起，一起防守，一起进攻。说白了，你打菅井这种队伍，你能和他周旋，本身就需要很高的队伍默契度。这场 T1 虽然不是靠着说运营翻盘的菅井，但因为 T1 已经有了合理的运营思路，所以我们才能看到他们越来越游刃有余的抓机会，打出 T1 这个队名它该有的游戏画面。所以当第3把 T1 下路又是优势开局后，我们就会发现 T1 的整个雪球思路滚得非常清晰。在这个版本啊，拿优势并不罕见，但能快速的把优势滚爆，其实很吃队伍的版本理解和习惯。在这点上，我认为 T1 逐渐找到了自己适应版本的方式。多兰呢，现在上单维鲁斯和 VN 也能掏，你先不管能不能 C， 反正我能拿嘛，这种就是进步啊。而且版本可以更多的动线后，多兰在团队执行力上的优势 ，T1 也可以利用起来。T1 啊，正在度过他们的迷茫期。T1 这个队伍有 Carry 的情况下，其实下路拿线优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Carry 在出场10次以上的辅助里，场均15分钟经济领先是毫无疑问的第一。而佩子在 LCK 所有位置里，注意是所有位置啊，他的15分钟经济差也都是最高的，场均能拿到650的领先，远比第2名的宙斯要高。也就是说 T1 的下路要拿优势并不困难，但把这个优势辐射出去就没那么容易了。而现在 T1 的野辅联动能够更加的紧凑 ，T1 碾压菅井的第3把，下路有优势，野区 Owner 就直接打爆掉，然后 Canyon 他就只能选择去上，但多兰他就抗压，我不给你机会，不会说我是杰斯，我就一定要吃队伍的倾斜，那这种就是 T1 过去很擅长的打法体系。这场 BO3 的版本还不是小兵改版后的新版本哦，在旧版本的情况下 ，T1 击败了菅井，可以说拳头真可以松口气了。T1 依旧是 MSI 门票的有力竞争者。而对于菅井来讲，好消息是 Chovy 的状态还是火热，输的局他大多是躺输，但坏消息是史蒂和多鲁这对下路已经不稳定很久了。虽然数据看着没啥毛病，但看了比赛的都知道他和多鲁对野区的伤害有多大。第3把 T1 能够暴虐菅井，很大程度还是因为下路的缺口连累到了野区，而这个问题从先锋赛输给剧组开始就已经暴露到现在了。
而三人叔在劣势下，好像真的除了闷头刷野，也没什么别的动作。我觉得菅野的打法其实打什么版本区别都不是很大，对于他们来讲，选手的状态就是本质核心，只能说熬吧，说不定折磨乔比的这个过程中，乔比能够走出舒适区，迎来新的领悟呢。那本期的内容就先聊这么多啦，我是袁某人，喜欢关注比赛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